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风吹半夏，一脸野心的赵丽颖终于杀出绝境了。赵丽颖新剧《风吹半夏》火了，看完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有此症状者，很大可能是被许半夏熊熊燃烧的事业魂点燃了。曾经收废品的女小贩是如何借着时代的东风飞升成叱咤江湖的女大佬，以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男性占主导的钢铁行业，女性是如何白手起家逆势破局而出的。许半夏的发家史，简而言之就是收废品起家，去国外买废钢发家，然后开钢厂走上行业顶峰。风吹半夏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试水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开启了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在经济急速发展和社会需求激增的大前提下，倒爷应运而生。那时候，中国倒爷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而许半夏就曾是大军中的一员，只不过他发家的紧俏物资是废钢。风吹半夏开篇就是一场心怀鬼胎的权谋酒局，主要人物一一登场。滨海钢铁行业的老大哥武建设，开平厂总经理裘必正，钢元件加工厂长冯玉，自称厚脸皮硬蹭饭局的女人收废钢小弟小许。最重要的人物，背靠外资力量的小洋人赵磊压轴出场。风吹半夏里所有人在争夺的，明面上是利益，背地里是话语权。连公司都没开的小个体户小许，本来是这一桌男人最看不上的。他油嘴滑舌的求武老大带他发财，武总眼皮子都没抬，就劝他找个男人嫁了。立下拉来小洋人的汗马功劳后，许半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才获得了他梦寐以求一举翻身的宝贵机会。饭局文化考验的从来不只是酒力，更深层次是利益的权衡、资源置换。钢铁产业链的顶端是钢厂，负责炼钢。钢厂需要购买原材料进行冶炼，钢冶炼完要先后经过热轧和冷轧。武建设的厂子就是生产冷轧卷，接着裘必正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加工。武总是裘必正妥妥的上游，没武总就没饭吃。裘必正的副总郭启东靠偷油水发家，他把生产出的材料高价卖给下游的冯玉老婆家的元件加工厂，吃回扣养小三。而收废钢的许半夏一开始处于食物链最低端，最可有可无。看到此，大家明白了吧？许半夏和武建设为什么都执着于开钢厂？因为这不仅是小陈的梦想，也是通往行业顶端、拿下绝对话语权的必经之路。而剧里这一桌人，几次三番撕破脸，危机时落井下石，但仍能混一起玩，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小许变身许总的创业路上，有外部群狼环伺的竞争对手，就少不了同一战壕倾力相助的合伙人。陈宇宙和童潇琪是许半夏事业上的左膀右臂，他们刚好一文一武。陈宇宙心思细腻，性格稳重，给许半夏托底；童潇琪热血匪气，性格莽撞，能帮许半夏破局。为了建堆厂，面对村民的做得起价，小陈小童情急之下，恶向胆边生，用废机油把滩涂污染了，种下了小陈的绝症的因。电视剧里，半夏发现滩涂被污染，气急败坏，出于良心，他尽最大努力弥补村民。但在原著《不得往生》里，这件祸事其实是被许老大默许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赚的票子都是带血的。剧里的小许讲义气，但在道德上，他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比如许半夏撞破冯总找小三，
镜头一转，眼神里尽是男性间撞破哥们奸情的意味深长。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男人堆里混出来。客观来讲，《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还属于传统范畴内的美强惨角色，但美和惨的特质都没有被刻意的突出。外形上，原著里的许半夏是个快200斤的大胖子，女性特征模糊。剧里通过小陈的嘴保留了胖子的外号和85花照例尹勃勃生机的外貌，巧妙地回避了现实社会中由上向下的男性凝视。许半夏的事业成长路线够爽，因为骨子里他是跟男性一样强悍凶猛。在感情上，许半夏清醒不恋爱脑，透着企业家的干脆利落作风。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剧里没一个男的因为许半夏的外貌而一见钟情。他对童潇齐的定义是小弟，当小弟对他有了朦胧的情愫，讨好的送上发卡，半夏当机立断把爱的小火苗掐灭了。医生是经济适用男，同样不适合在商场叱咤风云的许半夏，他给不了普通人想要的日子，几次3番暗示拒绝。医生想要可爱的老婆，许半夏一个大力狠掐上去，挑着眉头戏谑地问还可爱吗？许半夏跟小洋人赵磊则是最势均力敌的，互相能给对方想要的。赵磊初见许半夏时可能有一闪而过的经验，但下一秒逐利商人的本体回归，理智重新收复失地。许半夏早期冒进，需要一根缰绳稳住他的速度，但两个有野心的人思想上是同步的。中年人爱情推拉，不扭捏，不做作，无需表白，扑上去一切水到渠成。其他人的感情线同样没因为是配角就潦草敷衍。童潇齐和野猫高心怡的爱情有突破，有隔阂，同时有代表性。童潇齐身上的江湖气是刚毕业的女孩在叛逆期所向往的，对想挣脱束缚的野猫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到了稳定发展时期，草莽江湖气反而成了拖累，阻碍车队的发展。男方没有女方的格局，被眼界所限，两人的造化就要看童潇齐能不能跟上野猫的脚步了。野猫说过的一句话很经典，如果童潇齐爱我，就得适应我。确实，如果做不到，不管爱得再炽烈，都会渐行渐远。而陈宇宙和周希的感情就太好哭了。婚托周希为了每月的2万块和陈宇宙在一起，他贪财，用金钱试探苦儿姐对小陈的友谊，却一次次被刷新3观。他见过太多虚假的人，连自己都被亲人利用。而半夏和小陈没血缘关系的2个人，却为了彼此真心付出，他感动于这份情。拍结婚照，陈宇宙说怎么是假的呀？我要真的，真的多好！一语双关，聪明的陈宇宙看透了一切，周希也绷不住了。被打动的周希爱上了陈宇宙这个卑微的铁憨憨，为爱人留下血脉，主动要求领结婚证。陈宇宙、童潇齐、赵磊、武建设、裘必正、冯玉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男性都是传统钢铁行业男性创业者的缩影。以许半夏为代表的女性，她们大红唇，烫了一头乌黑的卷发，一身江湖气，爱拼酒，看似莽撞冒失，不过是为了突破同期男性创业者的层层壁垒。有话语权的男性是什么样的？儒雅的、风趣的、稳重的、激进的、浪漫的、奸诈的。有话语权的女性却仿佛被同化了。大家可以回忆下职场剧中厉害的女性角色特质是什么？首先一定是美丽，然后是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接着就看美女们在饭局上如何小施几下魅力，就把同桌的男大佬们忽悠得五迷三道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几个亿的大单，赚上了100万提成，开着豪车喜滋滋回到了别墅或者精装大平层。付出的辛苦完全看不见的。
确切地说，他们赚钱就不辛苦。很庆幸，这次我们看到的许半夏是一个渴望金钱、不简单、不单纯、不服输，永远野心勃勃，永远忠实于自己欲望的人。银盘满月脸，一头茂密卷发的许半夏，眼角的每一条细纹都是有故事的。有人说赵丽颖身材胖了，脸上还有疲态。我想说，事事亲力亲为的三人草台班子，不吃饱饭干不动活啊。至于眼神疲惫，创业隔几天冒出一个幺蛾子，连续几个月被天天追债，头发没白都是保养得当了。但这样的许半夏，谁又能说不是又美又飒呢？国产剧的女性角色终于脱离了白瘦幼审美，每个人都美得有生命力，英姿勃发。除了许半夏之外的女性角色，同样人均事业脑，活得独立、强悍、仗义。20加的野猫高心怡，妥妥的许半夏2号。她肯吃苦，敢爱敢恨，关键时刻临危不乱。男友出事，她是当仁不让的定海神针。30加的许半夏，离异的思琪掌舵人。主线剧本是冲击千万富豪，副线跟赵磊的强抢爱情，超级好嗑。40加的高会长，一丝不苟的冷面女强人。做妈妈，她是强势的，职场上手腕也高。虽然是单亲家庭，野猫优渥的生活条件，侧面证明妈妈会搞钱。厉害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商业的世界里，大家不会在意这台行走的印钞机是男是女，只在意这台机器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能带来多少价值。站在时代的风口，猪都能飞起来。风吹半夏，时代的风吹向许半夏，也吹向了芸芸众生。与天斗，其乐无穷，仅限于斗赢的前提下，一旦输了，则血本无归，负债累累。站在武建设、裘必正、郭启东的立场，他们也在努力抓住机会，也和当年半夏一样孤注一掷，可惜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主角光环普通人的人生。有些人最终在历史的洪流里黯然退场，有些人却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离去的小陈验证了不得往生的诅咒，吹响了野蛮生长的号角。许半夏的后半生，背负小陈的梦想，以及对小陈和贪图所属村民的愧疚，负重前行。风吹半夏，愿我们都能跟随时代的脚步，不负此生。